大家好，今天再来分享一些知识，因为也是发现很多散户在进入比特币市场没有知识的情况下，总是在输钱。那今天视频就利用3张图片，一个是比特币日线的 RSI 指标，再配合比特币周线的 RSI 指标。如果我们再去配合链上鲸鱼买卖的数据，特别是那些专家或者是主力，或者是非常大的大户，他们到底是怎么买卖的？我们怎么去跟踪鲸鱼的买卖数据？然后在这个市场里面，利用每一次压回的低点，就类似这一次压回的低点，也是跟大家讲，有鲸鱼是在做买入的动作，包括上一次这个压回的低点，也是有跟朋友们讲过，3月份的时候下跌的时候是有鲸鱼在做买入的动作，以及去年的时候。或者是今年的1月初，比特币在这个位置刚启动的时候，也是有跟朋友们跟踪过，鲸鱼是有在做买入的动作。所以有时候，如果我们利用技术图形再跟踪链上专家或者是鲸鱼主力的仓位，有时候真的会事半功倍，让自己在这个市场里面长胜不败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日线里面比特币的 RSI 指标，有几次压回的低点，硅谷银行压回的时候，包括这一次 25K 压回的低点，都是有跟朋友们提过，链上的鲸鱼是有在做偷偷买入的动作。那我们看这个 RSI 指标，就是它 RSI 指标是在接近30附近，一般在30低档附近都是一个比较超卖的一个区间。当然有些朋友是问这个 RSI 指标要怎么调出来，你可以点击这个 indicator， 然后在这里面直接搜 RSI， 它就是系统默认的这个第一个，点起来之后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改，也可以点击这边的设置，然后把这个 RSI MA 给它去掉，或者是你就留这一条 RSI， 颜色自己选，你也可以改成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，开出来的一个效果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想跟大家讲，就是这一次压回的低点也是有跟朋友们判断过，这边有一个下降楔形，我估计那一些金鱼或者是大户，他们也是在看一些形态，不一定要等到 RSI 真的来到30附近的时候再做买入的动作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链上的数据，等下会把这一个链上数据的链接放在简介里面。不过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，就是前面有讲过的3到4名的这2条鱼不重要。有朋友也是跟我讲，这一只是币安的，他们的钱包是最近有在做调整，我们可以留意一下72名的那一只是在6月13号的时候买了1万多枚，就是这一只金鱼，后续要去跟踪它到现在都没有做卖出的动作，就是这一次6月份中旬的时候，也是首次在6月13号买入了1万多枚。还有一只金鱼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在56名的，它是在6月19号也是首次买入了15000多枚。这一只金鱼买入的价格，因为时间你要去记得，6月19号大致的价格是在 26.5K 附近，因为现在比特币价格是在 30K 所以这2条鱼我们要记住。那还有一条鱼是在3月8号的时候有跟朋友们讲过，去跟踪一下这一只金鱼3万多枚，因为之前1月份或者是3月份的几条金鱼基本上都已经卖出了，就是现在是跟踪不到，所以后续我们只要去跟踪。我个人是觉得这3条金鱼现在是比较重要，因为有一些金鱼目前比如说6月16号也就是10天之前嘛，他买入了1万多枚，最近涨到高位的时候也就是在昨天，就是这2天6月24号的时候又把这1万多枚给他转出去。然后更早之前大家记得，也就是在1月4号的时候，比特币价格还在16000、17000、18000左右，跟朋友们讲金鱼有在做买入的动作，也就是这个 3FRM 的钱包的地址，当时是在1月4号的时候首次转入了14000枚左右，应该就是买入不过它后面是在5月7号，也就是比特币在高位的一些位置，我们可以看一下5月7号大约就是在这个位置差不多价格是在3万附近这个区间转出的。我们总结一下，就这1年或者是半年多，有几次跟踪到金鱼的买入数据，他们也是在反向交易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，其实你只要利用这个 RSI 指标
，RSI 指标有接近30低档的位置，特别是趋势如果是在向上的结构下，都是很重要的买点。那我们再去观察链上的数据，有可能金鱼有在买入，我们就应该跟着大户要站在买方啊。然后它每一次如果是涨到一波高位的一些位置，比如说今年的3月份这个位置硅谷银行爆发以后，来到高位以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指标如果是接近70高档的位置，也是说明整个市场有可能是在超买的结构，就是看到超买的结构不要再去追加。这2天也是跟朋友们讲，如果是真的再过了这个 31K 的高位，它在周线里面的 RSI 也是会有背离啊。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一个周线价格是过了这个高点，周线里面会有背离，周线里面的这个知识也是有很多参考点。就是 RSI 指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在这个位置破低的时候，在周线里面它也是有这种周线底背离的这种买点的一些位置，而且是长达1年多的下降趋势，在这种位置底背离的位置它一个突破的位置，那你再去跟踪链上的数据，特别是在 15K 16K 的这些位置，链上的数据也是有反应。那现在来到高位，这2天也是有跟朋友们讲到 KD 指标在周线里面有背离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参考 RSI 指标在周线里面的背离，它在历史上的一些位置有背离的位置，一般后面行情是怎么走的？我们可以首先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第一浪的行情或者是第3浪的行情里面也是有一些第一浪的走势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现在的一个整理的区间有没有可能像2020年的这个区间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高点它是比这个高点要高啊，在周线里面有这种走势，相信单根 K 线应该也是涨幅接近10%，可以看一下也是接近10%，或者是这一根 K 线它实体是3%，我相信上影线如果加上去应该也是有10%。这个高点是在过这个高点的情况下，它这个 RSI 指标是比这个 RSI 指标是要低，它后面有继续喷吗？没有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是在这个位置，还是在整个区间里面向起震荡，所以现在也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箱体有没有可能还是在箱体里面在震荡，还是说直接在这个位置继续突破，也都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。但是最近量又开始有一点跟不上，那我们可以再参考历史上，比如说2015年的或者2016年的整个比特币牛市的行情，第一浪上涨起来之后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周线，只要 RSI 在接近70附近也是相对比较超买的一个区间。那我们身为散户，我们看到这种 RSI 指标结构也是要小心一点，就是在这种位置有时候是不能做追加的动作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后面还是会有压回，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位置它当时的 RSI 指标并没有背离哦，因为它这个高点并没有过这个高点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区间就不聊了，因为之前的一些视频有跟大家聊过。我们要观察的就是它在后面牛市进行的一些位阶，去观察一下，比如说这个高点过高的时候，这一个 RSI 高点是比前面这个高点要高，然后它这个高点再过这个高点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 RSI 指标这条黄色的，它是这个高点比这个高点要低，所以在周线里面有发现这种现象，在历史上高点在过高，然后 RSI 是高点在走低，所以它在周线里面会有这种3根3周的一个下跌，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这种，如果是在周线里面有背离的位置，也是跟朋友们讲先看整理啊，但是我不知道整理它是要用这种空间整理吗？不一定哦，因为它是在这种上涨空间的高位，有可能它会类似这种横向的整理，也是不排除。所以现在我的一个思路是这样子啊，目前的空间只涨了1倍，它并没有涨，比如说5倍、6倍，或者是10倍、几十倍，有可能周线里面这个高点是比这个高点要高，然后这个 RSI 指标，当然现在是有一点跟不上啊，或者是它如果继续攻的话 ，RSI 指标也是不排除有可能会创过这个高点，也是不排除。但是就短线的一个形态缺量的情况下，我的观点是有可能空间只涨了1倍，先观察一下它在这个区间会不会继续震荡横盘一段时间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日线的一个形态，有几个支撑位要交代给大家。前几天
有跟朋友们聊过了，这一根 K 线我的判断这个低点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，如果拉到前面的一些位置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，它也是很接近，当时这边不是有一个箱体嘛，这两根 K 线开盘跟收盘附近是重要的一个变盘位，那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就留意一下是在 29.6 到 29.5K 附近，这个位置是超短线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支撑，因为我的判断有可能这一根 K 线是在奔走型整理，然后下方还有一个支撑是在 28K 附近，相信整个市场都在看，就是这整个很重要的一个 N 型的曲折的高点，也就是前面在3月份的这个箱体的几个高点位置，它其实后面突破出去以后，这边不是有一次压回是这边又整理一个区间，就是有几个箱体质押转换的位置，这个位置支撑也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的一个片区28K 或者是29K 的这整个区间，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